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浙江73岁老人花10多年时间1:1重建圆明园的一个地方啊。他当时是花了300亿，那边这个票务中心那个楼估计就是几百万建造的。看看这些雕刻，基本上是每一寸的雕刻都非常的精致啊。看看这个地方震不震惊啊！中国历史上投资最大的复制品。复制了圆明园95%，是按1:1完全还原的。这就是当年，圆明园长春园的一个西洋楼牌坊啊。当年这个牌坊被英法联军毁掉，只剩下一个基座了啊。这个牌坊有什么特点呢？这个牌坊啊是以巴洛克风格建造的啊。据说呢，和姜子牙的后人卢氏庄园那个牌坊有异曲同工之妙，是融合了那里的文化。但是我怎么也看不出来有卢氏的文化。这个整体造型呢，像极了凯旋门，看见没？上面有个捂脸的武士啊，那个武士呢，就是巴洛克神话中的武士啊。圈拱上这个叶子叫做 Acanthus。牌坊的后面呢，更令人惊艳啊。这个就是非常有名的12兽首。这个后面呢，就是著名的海晏堂啊。这个两边分列着12生肖啊，看到没有？牛马什么的。据说呢，截止到现在呢，还有5个兽首未找到。这个地方有什么神奇的地方呢？就是它是一个18世纪的时候一个非常厉害的水利工程啊。每一个神兽啊，就这个兽代表2个小时。你看，每到12点的时候，所有的这些兽全部开始喷水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呢，这个啊，水池就是一个报时钟，当时用水力而不用电的准时报时钟，真是古人的智慧非常的厉害，令人惊叹啊！当时的设计者呢是意大利的一个传教士，叫做朗士宁。他呢把这12个生肖啊全部设计成什么呢？12个裸体女人。当时乾隆一看呢，觉得有违伦理，所以呢改成了这个12生肖啊。哇！这个12生肖还特别的有意思啊，每个都拿着武器，像猪八戒拿着一个弓箭啊，非常的有意思。我的个天哪！我简直不敢想象这样的建筑到底是怎么建成这个样子，真是太壮观了。这就是著名的海晏堂啊！看看这个海晏堂有多么庞大啊！我从那边整整走了100米。才抵达这个海晏堂的另一个部分，但是现在里面呢没有什么可参观的东西。这是当年也就是圆明园规模最宏大的中西结合的建筑，可惜已经被毁了，这是完全的1:1复刻。那么你们知道海晏堂为什么要叫海晏堂呢？这个海晏其实出自古汉语啊，指黄河水清，大海风平浪静。当时它是一个意大利团队啊，还是朗士宁，还有一个人叫做什么呢？蒋友仁。这个蒋友仁这个人啊，很多人说呢，他跟蒋介石有关系，其实没有关系啊。蒋友仁是一个法国人，他的名字音译过来叫做蒋友仁，而这个朗士宁是意大利人，他们基本都是传教士，基本上是根据记载一模一样的复刻下来的。当时这个蒋友仁呢，英文名字叫做 Mr. Benest， 但是呢，蒋介石人家这个家族啊，属于东汉的蒋衡家族，都是有历史的。这个桥呢，叫做宪法桥。据说呢，这是清代最精妙的3D 裸眼工程啊！看那条线，那叫法墙。跟这个荷塘里的桥法线呢交汇在一起，给人一种无限延伸的感觉，所以就叫清代版的裸眼 3D。这个呢就是给长春园各楼供水的一个机关啊，看见没？下面是5孔桥，看见没？下面有水闸，近处看是这个效果。不过我怎么也看不出来裸眼3D的效果，可能是我的资质太过平庸。这桥上啊，是一座西洋门，西洋甲钟，上面还写的烟台持久。
为什么要写烟台赤丘呢？真奇怪啊！这个上面据说绣了很多的，雕了很多的西洋神兽啊。这个西洋神兽我是一个没看见，就看见绣花了。当年乾隆皇帝呢，就是从这座桥走过去，去到那个前面那个组合楼叫协齐去。当年呢，还有这个葡萄牙使臣巴格哲陪同啊。前面那个楼叫协齐去，为什么叫协齐去呢？协齐去呢，就是说是外国的喷泉很有意思啊。它这个和谐有趣，天协齐去。那个楼叫水法楼，水法这个名字啊很难理解外人。水呢，其实就是指的是喷泉啊，你看漂不漂亮？法呢是在外国，在清朝人时候啊，觉得啊，他们这种喷水的方式呢，像是一种机关，所以叫做法，很神秘感觉，所以叫做水法楼。这旁边两栋据说是当年水法楼的储水楼啊。乾隆皇帝就是坐在那个地方和他的后宫妃子来这里欣赏风景的啊。太壮观了啊！我觉得这个楼门咱们可能2、3辈子也买不起，就这个楼。哇哦，看看漂不漂亮？哇，这个地方真是太神奇了！129块钱的门票，感觉非常的值得。我都感觉它有点便宜了。这里关键是谁家的金毛了，放在这里了，是金毛拉布拉多。哦，这就是当年乾隆皇帝跟他的妃子来这里欣赏喷泉的地方啊。那还有个皇座啊，这除了乾隆皇帝，估计所有人都得站着。哇，我想坐一下是座位的，很可惜今天下雨湿掉了。好大的座椅啊！你一个人坐对比啊，前面那个人坐对比，那个座椅有多大？坐2个人没问题。座椅上是龙头啊，哇，不用自为的龙头。我懂了，原来是从这个皇帝这个角度看，可以看出来那个法线墙延伸那个感觉。所以说，人家当时这个裸眼3D是为乾隆皇帝设计的。旁边的协齐去储水楼呢，进来以后其实是小人国格列佛游记啊。这里面其实是一个给孩子的弄的一个古董博物馆。哇，非常的有趣啊！横店呢，确实是为孩子们很着想啊，大人小孩都可以有很好的这种游览乐趣。讲述的就是格列佛被小人国的小人给绑架的一个故事啊，很有意思。我的个天哪！前面这个巨型的宫殿，就传说当时是香妃的寝宫。哇，这乾隆年间建的啊，据说上面有1204块玻璃。就在当年的民间，你就是老百姓1块玻璃，你一辈子打工你都不可能得到的。真漂亮啊，这个宫殿，不愧为乾隆最爱的妃子香妃住过的地方。看这个地方。后面竟然是西洋式的屏风，豪不豪华？中间有个龙椅，这叫观水法。水法这个词我们说过啊，其实说白了就是喷泉。这就是乾隆当年坐过的位置，看到没有？绣的龙，除了乾隆谁敢坐这里？后面的造型很怪异，像一些西洋武士一样，全部是龙。我的天，愧是95制歌。
据说前面这个喷泉呢就叫做大水法，只可惜下雨天我无法坐在这里看。这旁边这个中间好像是一个泰国的佛塔，特别像泰国的佛塔。这两边各一个，看，这面是大水法，那边也一个泰国的佛塔。我猜的啊，不一定是。我感觉这个地方特别的不真实，天露土水。那后面什么了？这叫猎狗吗？这是。哇，让我想起了超纲的猎狗。哇！我们上去看一看啊。这上面呢，不仅是香妃的寝宫，还有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地球仪啊，据说是乔治3世送给乾隆皇帝的。哇，这个台阶真是好漂亮啊 ，so beautiful！ 我的个天哪，果然漂亮啊！哦。只可惜啊，现在这个远迎观应该是没有开门，这个地球仪也看不到了，我没有找到进门的地方。这是另一面，窗户都打开着散气味，里面是看不大到啊。爬上来看看，里面是这样子，什么都没有，里面空空如也。你看看和那边的农村房子对比，差距有多大？真是要气死掉，真是。皇帝跟平民的区别。我们刚才那边过来的远迎观，那个地方就是远迎观啊。然后这面就来到了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。这个特色，这个建筑，这个门窗很特别啊，绿色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给香妃建的啊。香妃呢是维吾尔族，伊斯兰教。发现这个建筑上有什么特点？只刻了一些简单的花卉。平时的建筑呢都有人物还有动物，为什么？人物和动物是伊斯兰教的禁忌。据说乾隆为了讨好香妃，还专门在这个大理石墙面上刻了著名的《古兰经》。我不知道《古兰经》在不在啊？这是方外观另一面的景色，看看啊，看到没有？一个巨型的石质凉亭，我的个天哪！看前面也是建了一系列的水法，几乎上每一座桥上的雕刻都令人惊叹啊，太吓人了！不知道这些景观到底要花多少钱？随随便便一个桥柱，我的个天哪！这也太可怕了！哇，这个地方现在是可以进去的啊。其实就是这里给香妃做礼拜的一个地方。这里面感觉有一股香味啊，这应该是做礼拜的地方。你其实现在不是做礼拜啊，是有表演。每次可以接纳120。哇！2楼来看一看。我的天哪，真是好漂亮啊！充满了那种伊斯兰风格。这张床榻应该就是香妃以前睡过的啊。虽然是假的，但是它是复原的，1比1复原的，最接近真实。无论这些座椅还是花瓶，这应该是香薰，充满了异域的风格。
哦，这个前面的无敌景观呢，据说就叫做五竹亭，是乾隆与香妃、帝妃相会的地方啊。因为当年香妃在这个方爱亭做礼拜的时候呢，乾隆就来这里等着。哇！这个前面呢，就是香妃，其实还有那个容妃做礼拜的地方啊。刚刚咱们从那里出来，它的特点呢，就是5座仿竹工艺的竹亭啊。与这个伊斯兰教的风格相融合，啊，显得十分的和谐啊，很漂亮。看似像竹子，实则全部是木构件啊。这应该就是当年乾隆皇帝的龙椅。我的天哪！哎，乾隆皇帝也有这种时候啊，等着人家下班。看看，为了讨好一个女人的欢心，他做了什么事情？哇！整整的5座亭子，蜿蜒曲折，你只要走一步就会换一个景色，这样不同的环境啊，是不是？好像一个窗户就能显示一个景一样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天哪，太不可思议了！谁会有这样的创意呢？日本寺庙，这是日本最古老的木构建筑，由圣德太子所建。这是寺庙的夜灯，夜晚常点亮，看起来有点邪乎。圣德太子又名有玛雅多诺欧吉，公元前大概公元500多年吧。这东西看起来挺邪乎。这里面不会有贞子吧？这里面进去就是狮子林。乾隆江南南下5次以后都去狮子林，于是下令在圆明园复建一座。哦，这个风格很特别啊，浅蓝色的风格，有点那种西洋的风格，是不是？仿佛你闻到了海水的味道。这边，这还可以上2楼啊，感觉有无限的探索空间。哇，这像一个人形的，缺了4肢的罐罐。园中之园的狮子林啊，感觉像乾隆假装来这里南巡一样。给自己找个不南巡的借口。这一片建筑有1.5万平米，
还有很多的小的四合院在这里，作用不明啊。梦溪烟月，下一步就是梦回大堂。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牛的名字，叫做海月开金，四面环水，环水也是圆明园中唯一没被损毁的建筑。据说呢，这也是圆明园中最为豪华的楼阁建筑啊，它整个全部是拿楠木雕刻的，造价不凡，被称为仙山楼阁，相当于蓬莱岛那个位置啊。但现在我目测是上不大去，看这个情况。乾隆当年啊，在这个上面坐船游湖的时候呢，一阵清风吹开了他的衣襟，由此呢就起了这么奇怪的一个名字——海月开法会寺啊。这个也是一座重要的寺庙。其实啊，当年乾隆去五台山见了文殊菩萨道场以后，就十分的敬佩啊，于是呢决定不出五台山，就要拜这个文殊菩萨，所以就建了座法会寺，还留下了一个千古绝句：花雨伞诸天，爱似清凉湖。说白了就是不想去五台山，懒，然后就想在家门口就拜一拜这个文殊菩萨。据说这里面有个琉璃塔非常的有名啊，这应该是地藏王菩萨。逛到这里逛不进去了。乾隆到底有多奢侈？看看这个啊，这个叫黄花阵。说白了，这个就是皇室的迷宫。据说中秋的时候啊，他就让宫女啊、大臣什么的拿着这个花灯啊，就在这里面绕，看看复不复杂。像诸葛亮那个迷魂阵一样。然后谁先到达那个中心位置呢，就会有赏赐，黄马褂、绫罗绸缎、金银珠宝，什么都有。我感觉我很快就可以抵达。这也太简单了，简直就是白送的福利啊！不知道这个楼叫不叫做壁花楼？据说上面有个很大的万字，就是武则天那个万字，礼佛时候的。我去，我大意了，越走越远。那到达中心是很难的，并不是那么简单的。看似简单，实在挺难。小小迷宫一墙之隔，没想到走了20分钟走不进去，确实有点难度。小小迷宫拿捏，再给我吹。不过这个亭子建的是真漂亮啊，这是中西合并的一种亭子，中式的花纹，西洋的罗马柱，又是巴洛克风格，跟这个意大利人跟这个法国人干上了。哦，太奢华了，这葡萄藤，这叫葡萄藤啊。